众所周知啊，古代奥运会是专属男人的竞技场，女人就连观看比赛的资格都被明令禁止。但偏偏啊，就有这么一个烈女子，她公然打破了这一项禁令。她既不是观众，也不是偷窥者，更不可思议的是，她的名字却位列连续2届奥运冠军的名单之中。她就是提尼斯卡，一位开创了古代奥运先河的斯巴达公主。这是一个因追求平等与自由而勇于挑战传统教条的真实故事。体育场去看看，这上面可能有写一些字，通过这个拱门我们就进入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体育场。这个拱形的通道呢，也是有30多米长吧，好像是，跟人们体育场的入场的通道长度差不多。这个体育场呢，它的宽度大概是30米吧，长度呢，据说是600个脚印这古代的这个计量单位，它是按这样算的吧，600个脚印，一个脚印换算成今天的长度大概是30厘米左右，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换算出这大概是180多米再加上这边可能有190多米吧，192米有人说那这个地方呢，它是没有观众席位的都是在这些斜坡上，周围一圈坐着观众。保守的估计呢，这个地方呢可以的这些观众呢，应该是在4万人左右。水槽你看这些活动的泉水正在流动一直在这么流着有一些呢是流到这个每隔一段距离呢会有一个这样的水池，所以呢可能就是用来盐水或者说洗脚什么之类的。古代奥运会的女性是不能参加的，但是呢，在这个古代奥运会的这个地方呢，它恰恰呢就有一位女性连续2届蝉联了冠军。这个人是谁呢？她是来自于斯巴达的一个公主。其实我们上期讲斯巴达的时候，我们就说斯巴达的女性她们就是非常注意锻炼身体为了生下强壮的孩子。所以呢，他们对运动呢也是很有天赋的，或者是很热爱的。那么这个公主呢，她就是其中的一个。她是怎么有资格参赛呢？因为她从小呢喜欢驯马斯巴达的女性比较烈性她喜欢驯马，所以呢，她把她的马呢训练得非常好了之后呢，就让她的马夫驾着她的马，在这儿呢连续2届呢。她的马呢都胜出了这个马车比赛，拿了冠军，所以她呢就是古代奥运会上的第1个女性参赛并拿了冠军的人。提尼斯卡之后，女性依然被严格禁止出现在奥运赛场，若有违规者就会被处以死刑。但却有一位叫卡尼巴提拉的伟大母亲，为了见证自己儿子在赛场中的高光时刻，竟然冒死乔装成男性教练混入了赛场。当看到自己的儿子终于如愿夺冠时，这位母亲因忍不住内心的激动，忘情的欢呼喝彩时，暴露了身份。原本他会被推下悬崖处死，但奥运官方却一致表决免除对他的处罚，因为他出生于一个真正的奥运冠军之家。但却从此增加了一项新的规定，教练也得裸体入场。就这个地方，就是这些评委奥组委的官员他们在这儿坐着了就这么一个地方是有座位的。那正对面的呢，就是女神蒂米特的祭坛。而几百年后的另一位女性，却通过自己的权力与地位，高调地坐上了
奥运竞技场中那一个专属于他的观众席位。她就是 Regina 罗马执政官希罗德阿提库斯的妻子，一位真正的皇亲国戚，同时也是女神 Demeter 的忠诚祭司。她的名字也注定要铭刻在古代奥运历史的悠悠长河之中。在这个祭坛旁边呢，应该是还有一个遗迹啊，很小的，就是有一个类似于大理石的座位的这么一个地方。那是什么呢？因为在古代的奥运会，我们知道它只有男人可以参加比赛，只有男人可以参观比赛啊。这古代奥运会中呢，有资格进来参观比赛的女性啊，是罗马执政官希诺德阿提库斯的爱人 Regina 啊，因为她是女神 Demeter 的祭司，所以呢，她要在女神 Demeter 的祭坛旁边，所以她是唯一一个有资格参观古代奥运会的。好像没有铭文。池子，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水池，我觉得应该是他们洗脚用的吧。要喝水，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水槽里面流动的水喝呢？啊，这水槽你流到这儿，它就流到这池子里来了，或者是在这个池子里喝，不知道。趴在地上用手捧起来喝啊，用瓢舀着喝啊！啊，古代。我已经跑过南美亚的运动了，我不想再跑这儿的了。我觉得这个Regina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女人。首先她的出身吧，她不管是从她的父亲还是从母亲，两个方面都是罗马的皇亲国戚。她能够想到说，在这个地方，你们所有的人从古到今都修各种各样的纪念碑啊，奉献各种各样了不起的这些贵重的这些祭品。但是呢，你们都没有想到的是，在奥运会期间，最接地气也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呢，他在这修了一个喷泉，并且把这个喷泉修得如此之辉煌，还是这雕像什么，所有的这些。跟这个喷泉一比较呢，就黯然失色了。别人肯定会去把目光都集中在这个喷泉这儿。一呢是你有意无意你要喝水，对不对？你到了喝水的这个地方，你一看这个喷泉这个建筑就很了不起哈，它相当于是这个鹤立鸡群的一个建筑。然后呢，你再抬头一看，啊，因为它这个半圆形的这个墙的，相当于是神龛啊，每一层呢都有6个还是几个神龛。这神龛上呢，除了这2层的中间呢，都是宙斯，然后左右两边呢都是他和希罗德阿提库斯的家族的人。他真是太聪明了啊！他既会了民，老百姓都得到利益，都得到实实在在的，对吧？然后呢，也无形之中啊，让人记住了他，是吧？所以呢，他才能够成为Demeter的祭司。女神Demeter的祭司，他才能够成为唯一一个进入这个会场里面参观比赛的人。罗马执政官希诺德阿提库斯和他的老婆在赫拉神庙前面建的一个泉水，一个喷泉的一个半圆形的喷泉的地方，就为这个地方的人提供盐水。在中间呢雕了这一头公牛，这个就是罗马时期的建筑啊，我们从它的这些建筑风格上就能够看出来哈，有那种砖石结构的。这就是希诺德阿提库斯和他老婆 Regina 修的那一个喷泉。光看这个位置，我觉得它选址也是非常关键的。你看，所有到这儿来参加运动的或者来祭拜宙斯、赫拉的人，都是从我们进来的这条路进来嘛。来之后很自然的就能够看到这个半圆形的这个喷泉。那这个喷泉这儿呢，发掘出了刚才在博物馆里看到的一头大理石的牛。那头牛呢，就在这个半圆形的中间的啊，那个柱子应该就是那个牛的基座。
这半圆形的这分2层，每一层上面呢都有很多一些神龛，但是呢，这2层的正中间的这一个神龛上供的呢是宙斯，然后宙斯的左右两边呢都是希诺德阿提库斯和Regina 2个人的家人。然后这些水呢，可能是这前面是一条水槽嘛，从上面下来，这里就形成一个水槽嘛。左右两边那有柱子的那个，那上面呢是一个圆形的喷泉类的一个装饰。大理石呢，它是非常优质的大理石，我不知道是不是Pentanic 大理石哈，并且呢，他说除了这优质大理石，还有一种就是彩色的大理石，可以想象哈，如果是可能是那种泛着那种结晶状的光彩的五彩的那种颜色的石头，所以是这个地方你看，你走到这儿，很明显太阳一打上去。白色的大理石或者是五彩的大理石，就一下就把所有人的眼光都吸到这儿了。这个建筑反映出了这个 Regina 这个女性的伟大之处，了不起。直到1900年，来自瑞士的海伦德·普塔勒斯。他代表瑞士赢得了帆船比赛的金牌，并成为了现代奥运的第1位女性冠军。